這支影片幫大家整理了法國巴黎市區25個必玩景點加美食，有必拍的埃菲爾鐵塔，夜晚點燈有夠漂亮，超巨大的凱旋門，爬到頂端可以俯瞰星狀大道，到全球最多人博物館羅浮宮看傳說中的蒙娜麗莎，電影全面啟動的拍攝場景，一定要來吃這家法餐，主廚是熱情的台灣人，還有最頂的烤布雷，浴火重生後的巴黎聖母院，巴黎市區之高點聖心堂，我這輩子吃過最美的餐廳，現實版天空之城、聖米歇爾山，還有郊區的凡爾賽宮，當然也不能錯過巴黎迪士尼。想知道法國巴黎怎麼吃、怎麼玩，交通怎麼搭，10天7夜要花多少錢，一定要看到最後哦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歐。繼上一次的澳門之旅，這一次我來到浪漫之都巴黎。那接下來的10天巴黎自由行，我們扣掉長途飛機，大概有7天半的時間可以探索。那我預計安排5天在巴黎市區逛街，還有吃很多好吃的美食。那1天半的時間，我們會去郊區的聖米歇爾山跟凡爾賽宮。最後1天留給巴黎迪士尼。趕快跟我一起看看巴黎有什麼好玩的吧 ！Let's go！ 巴黎是法國的首都與最大城，也是世界著名的一線城市，以豐富的文化、藝術氣息和浪漫氛圍聞名，有浪漫之都的美稱，有埃菲爾鐵塔、羅浮宮、凱旋門、聖米歇爾山等等知名景點。這次來回搭乘國泰航空，累積了好久的里程，換了人生第1張長程商務艙，在香港轉機來個美食半日遊，玩完還能去國泰超讚的玉衡堂貴賓室吃美食、洗熱水澡。14小時的飛行能夠躺着飛，真的舒服很多。有羽絨被跟枕頭，比上次去紐西蘭睡露營車還好睡。飛到巴黎早上8點，能更有體力的開始旅程。商務艙餐點比經濟艙精緻一些，龍蝦湯泡飯好吃。網絡預選餐限定的鮑魚花菇普通，不過回程里程只夠換經濟艙。機票總共花了亞萬里程111000里加稅金13092。如果有很多人留言想看，我再考慮另外拍一集商務艙跟經濟艙的 PK 比較。抵達巴黎機場，順着 RERB 的指標走，建議大家可以買 Navigo 週票，各大地鐵站跟機場都有賣。搭 RER 到市區大概只要30分鐘，非常方便。經過14個小時的飛行，現在我們已經到我們身後這間貓頭鷹旅館了。我們要來寄放行李。那原本第1天我是安排要去巴黎鐵塔跟凱旋門，但因為出了一點小意外，我們那個羅浮宮的日期買錯了，而且不可以取消。所以變成我們現在要馬上趕去羅浮宮、凱旋門跟埃菲爾鐵塔，我們就改成第2天再去。第一個法國景點是羅浮宮。羅浮宮是世界上最多人參觀的博物館，有高達38萬件的館藏哦。今天我們的目標就是要看到3個鎮館之寶：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像，還有達文西的蒙娜麗莎，跟米洛的維納斯。現在我們要先進入博物館，那它有2個入口，第一個就是這一個超大金字塔。那如果我們選擇在這裡的話，這邊要排超多人的。那另外一個呢是在地鐵站那一邊，所以我們去另外一個看看會不會比較快。現在要從這一個地方安檢進去，這裡人就少了很多。我們從地鐵站這個入口進入，完全不用排隊，非常快就進來了。進到羅浮宮內，可以感受到玻璃金字塔讓自然光灑進來，所以採光很棒。我們要先來拿導覽地圖。我們的目標：勝利女神、蒙娜麗莎，還有米洛的維納斯。3個鎮館之寶距離蠻近的，所以我們選擇從德農館第1層樓開始。現在我們找到第1個鎮館之寶——薩莫色雷斯的勝利女神像。它是公元前2世紀的希臘雕塑，被視為古希臘雕塑的傑作。1863年被發現的時候，已經缺少手臂跟頭部，但依舊是動感與力量感兼具。女神的裙子被強勁的海風吹拂的樣子栩栩如生。現在我看到 Lisa 本人了，她超小一個，而且很遠。如果說要從正面拍的話，這邊超多人拍。我們從斜的這邊是離她最近的。Lisa 的人氣真的是太厲害了。那这中有一個意大利人認為蒙娜麗莎是屬於意大利的，所以就把它偷走。那從此之後呢，所有遊客都要離它3公尺遠，而且前面還要再用防彈玻璃擋着。最後一個鎮館之寶米洛的維納斯，它的特色是不管從哪一個角度看，都符合人體的黃金比例，被視為是女性美的象徵。羅浮宮不只是藝術的最高殿堂，其實也有超過800年的歷史。最早建於12世紀末，當時是法王菲利2世的防禦城堡。16世紀被改造成華麗的皇家宮殿，並且開始收藏各種藝術珍品。
17世紀路易14前往凡爾賽宮之後，這裡就逐漸轉變為藝術收藏品的聚集地。法國大革命期間，羅浮宮正式向公眾開放，成為屬於全民的博物館。要怎麼前往羅浮宮呢？可以搭巴黎地鐵1號或7號線到羅浮宮站，記得從地鐵直達的地下商場入口進入羅浮宮，比金字塔前的入口快很多。我們逛完羅浮宮，現在要來吃這間安杰麗娜的甜點店，但是因為這裡排隊的人潮非常誇張，所以我們決定外帶，然後去隔壁的杜樂麗花園吃。這是我們買的這間百年老店，聽說它是發明蒙布朗的一間店哦。我們點了一顆蒙布朗，長條的那種閃電泡芙，然後還買了一顆馬卡龍。我們現在拿去杜樂麗花園來享用我們的下午茶啦。這是最後一口了，太好吃了，吃到最後一口才想到要錄。它是芒果口味的，非常的有層次。下面是鬆軟的泡芙，然后上面搭配着鮮奶油跟芒果，哇！而且它完全不会很死甜。現在來吃玫瑰口味的馬卡龙。它的外面是很脆，然後裡面是很軟的，中間的那個餡料吃着它有玫瑰香味，哇！蒙布朗啊，上面有這個栗子泥的這種起司，吃進去是很綿密，搭配它中間的鮮奶油，它底下是另外一種這種脆餅乾，但它吃起來是很有層次。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吃了2個甜點了，吃到這個就覺得已經有一點太甜膩了，或是蒙布朗本來就比較偏甜，也有可能。总之，我觉得3個裡面，它的招牌蒙布朗反而是我覺得最還好，雖然也不錯吃，但是那個閃電泡芙跟馬卡龍，我覺得更讚。要怎麼前往安杰麗娜巴黎里沃利本店呢？可以逛完羅浮宮走過來只要10分鐘，或搭巴黎地鐵1號線到杜樂麗站，步行2分鐘就可以抵達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杜樂麗花園。那杜樂麗花園是巴黎最大的一個花園，它也是典型的法式花園。它講究的是對稱與線條美，有筆直的林蔭大道，修剪整齊的樹牆，搭配古典雕塑，每一步都像走進一幅畫。杜樂麗花園的位置極佳，就在巴黎的正中央。像它的東邊那邊是我們剛剛逛的羅浮宮，然後在南邊呢，只要過個河過去就是奧賽美術館。那西邊則是有協和廣場，還有香榭麗舍大道。整個公園給人一種很舒服的感覺，非常放鬆，很愜意，到處都有人躺在旁邊，這裡有這種綠色的躺椅。杜樂麗花園不只是觀光景點，它更是巴黎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有人在這裡閱讀，有人在談戀愛，更多人只是單純的享受陽光與微風。要怎麼前往杜樂麗花園呢？逛完羅浮宮，走過卡魯塞爾凱旋門就能抵達杜樂麗花園。要去花園噴水池，可以搭巴黎地鐵1號、8號、12號線到協和廣場站就能抵達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巴黎皇家宮殿。巴黎皇家宮殿是沒有太多遊客的免費觀光景點。它的中央廣場這裡有各種高高低低的圓柱，然後是黑白條紋的，為這個歷史悠久的環境增添了現代氣息。它特別的裝置藝術讓這裡成為時尚的拍照地點。那旁邊這裡的巴黎皇家宮殿回廊也很漂亮，果然回廊就是要來歐洲看才是最美的。巴黎皇家宮殿建於17世紀，原本是紅衣主教黎塞留的私人豪宅，那後來送給法國國王，就成了路易14的童年家。那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前一天，群眾就是聚集在巴黎皇家宮殿花園的咖啡館中起義的，直接引爆了攻打巴士底監獄的行動，是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地方。那巴黎皇家宮殿也是艾蜜莉在巴黎跟一些電影常見的場景哦。要怎麼前往巴黎皇家宮殿呢？巴黎皇家宮殿就在羅浮宮旁邊，所以一樣是搭巴黎地鐵1號或7號線到羅浮宮站就能抵達。晚餐我們來吃巴黎皇家宮殿附近的意大利餐廳 Ensa Famiglia。我們今天坐的是戶外的座位，來歐洲就是要在路邊吃。我們點了培根蛋黃意大利麵跟瑪格麗特披薩。哇，它的披薩好大一個！哇，不然整個撕爛嘞，都沒幫我切。我覺得算是蠻道地的意式披薩，上面就是沒有特別多什麼料，很單純的披薩的味道，就是起司啊、番茄，然後還有邊邊烤的脆脆焦焦的餅皮。它是屬於比較沒有特別調味，所以我要來大加特加起司粉哦。
來試試看它的意大利麵。哦，真的，它的這個麵條的粗度真的好像鍋燒意麵哦，跟我們平常在台灣吃到的意大利麵的感覺是完全不一樣。它這個脆培根很鹹，但是脆脆的很有口感。正統的意式做法不使用台灣培根，而是風乾的豬夾肉哦。那怎麼前往 Ansa Famiglia 呢？逛完巴黎皇家宮殿，出來步行不到1分鐘就能抵達。今天我們要入住的是這間貓頭鷹旅館，它離捷運站只有6到7分鐘的距離，步行是很快的。很溫馨的一個小飯店。貓頭鷹旅館它的房間算是很乾淨很新，空間沒有到很大，就是小小的一般的，但就蠻溫馨的，而且看起來非常乾淨。看出去呢還有大面的採光，所以灑進來就有一種很舒適很溫馨的感覺。走道的部分也很大，所以我們大的行李箱29寸的也都可以完全展開。那浴室的話，當當也是很新很乾淨，備品的話是使用歐舒丹的哦。我覺得這一間飯店比我想象的還要再乾淨，而且它有一個加分項，它居然有冷氣。以歐洲來說，有冷氣的飯店算是蠻稀有、比較加分的。要怎麼前往貓頭鷹飯店呢？可以搭巴黎地鐵12號線到國民公會站，步行6分鐘就可以抵達。大家早安，現在是我們在巴黎的第2天，我們現在要走路，然後去搭公車前往巴黎的埃菲爾鐵塔。大家看路邊隨便一條街道就很漂亮，我們就在這邊殺底片拍了10分鐘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埃菲爾鐵塔。埃菲爾鐵塔呢，它是巴黎的地標，而且高達300公尺，非常高。在1930年之前，還曾經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。埃菲爾鐵塔建立於西元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。那當時呢，是為了慶祝法國大革命的100週年而建立的。不過當時就曾經被一些藝術家還有市民批評為醜陋的鋼鐵怪物，甚至要求要提早拆除它。那後來就因為越來越受大家喜愛，所以就被保留下來，到現在甚至有超過100年的歷史哦。现在我們要在埃菲爾鐵塔的周邊散散步，拍拍各種不同角度的埃菲爾鐵塔。那我們現在呢，先到這個羅維亞花店這裡。這邊可以看到埃菲爾鐵塔夾在2排建築物的中間，所以看過去呢就非常漂亮。這邊同時也是一個非常熱門的拍照機位。我們一早過來，這邊已經有非常多人，而且剛剛還有很多人在拍婚紗。接下來可以到鐵塔正前方的戰神廣場，這裡有一大片草坪，很多人會在這邊野餐，也很適合拍照。那我們現在從耶拿橋走過來塞納河對岸這裡。那從這邊呢拍過去就可以拍到塞納河、耶拿橋，還有埃菲爾鐵塔同框的畫面。那現在我們來到了下一個埃菲爾鐵塔的機位，我們從那個塞納河畔再一直往夏樂宮走，我們會走到比較一個高處的地方。那從這裡往下拍埃菲爾鐵塔，就是有一個比較平視的視角。就不會像我們站在戰神廣場那麼近，只能用仰拍的方式，在這邊就可以平平的拍過去，而且是一個稍微有一點點高處的地方拍哦。大家也別忘了在晚上過來看看埃菲爾鐵塔，日落後每個整點都會有夜間燈光秀，真的非常浪漫。在巴黎我就看了2次點燈，夏樂宮是我覺得最好拍的巴黎鐵塔機位，真的超級漂亮。要怎麼前往埃菲爾鐵塔呢？可以搭巴黎地鐵6號線到比爾哈凱姆站或夏樂宮站，步行10到15分鐘就可以抵達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比爾哈凱姆橋。比爾哈凱姆橋是我超愛的電影《全面啟動》的取景地。它分成上下2層，上層呢是地鐵的通道，那下層的中間是人行道，那在2側呢則是車道。比爾哈凱姆橋的鋼鐵拱形支架很有工業感，支柱排列也很整齊，橋的2端還有很多雕飾柱，難怪會被諾蘭導演選中，成為里奧納多他在《全面啟動》這部電影之中的夢境場景。要怎麼前往比爾哈凱姆橋呢？可以搭巴黎地鐵6號線到比爾哈凱姆站或帕西站就能抵達。這2站中間會通過比爾哈凱姆橋的高架路段，
可以在地鐵上拍到埃菲爾鐵塔哦。來吃午餐，今天我們吃的是這間 Le Coco， 這一間的主廚是台灣人。嗨，我們今天一樣是坐在戶外的座位區，這裡超 chill，很舒服。今天我們點的是一個豬蹄馬鈴薯，還有一個墨魚燉飯。那法國的話都會送這個小麵包。那最後甜點我們是吃烤布雷。我現在要來吃那個台灣主廚推薦的他們的招牌菜墨魚燉飯，然後上面有很多魷魚。他說這個墨魚燉飯是米型的意大利麵哦，來吃吃看啊。它這個燉飯超好吃的，它不是一般傳統的那種燉飯的米心哦，它真的吃起來就像意大利麵一樣，有一種 QQ 的口感，而且搭上它上面的那個海鮮，還有一點微辣的臘腸，應該是我吃過最好吃的墨魚意大利麵，超讚。現在來吃主廚推薦的這個麵包，他說不是所有法國麵包都很硬，我來試試看到底有多好吃。很硬，超硬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們剛剛前面拍片拍太久，它這個原本溫熱現烤的會不會比較軟？這我不確定，但超硬。现在来吃他們的法式烤布雷，怎麼樣？超好吃，真的？超級好吃，大家來一定要吃。這個烤布雷我從來沒吃過那種入口即化，整個超綿密，跟台灣吃到的完全不一樣哦。我還想說，這一個烤布雷這麼大一盤，會不會太大？超好吃，這個來2盤我都吃得完，真的哦。而且它不會很死甜哦。我覺得這個真的太好吃了，它吃起來有一種，很像鮮奶油的那種滑順感，超讚！大家來這邊一定要點這個烤布雷，超好吃。要怎麼前往這間台灣人主廚餐廳呢？可以逛完埃菲爾鐵塔，從戰神廣場走過來，或搭巴黎地鐵8號線到軍校站，步行9分鐘也可以抵達。下一個法國巴黎的景點是凱旋門。凱旋門是為了紀念拿破崙在奧斯特里茲戰役中獲勝而興建的，是象徵法國軍隊還有帝國榮耀的一個標誌，同時也是法國著名的地標。凱旋門周圍有12條放射狀的大道，這種星狀道路設計也讓廣場得名星形廣場。那其中最著名的是可以直通羅浮宮的香榭麗舍大道。我原本以為凱旋門小小一個，沒想到超級無敵巨大，所以要站在這個圓環外圍這裡比較好跟它整個合照到。如果我們要登上去的話，等一下我們要走地下道通道中間，大家千萬不要直接穿越馬路哦，這樣很危險。我現在要從這一條地下道走過去凱旋門，如果沒有先買票的話，就要在這邊排一大堆。那我們就是直接在 Klook 或 KKday 上面買，就不用排隊了。凱旋門拱門內外刻有600多位法國將領以及戰役的名字，還有象徵着出征、勝利、抵抗、和平的4面大型雕塑。現在我已經進來凱旋門的入口了，安檢速度蠻快的，主要是看一下你有沒有帶一些違禁品啊，或者是危險的東西。現在我要進入無限循環，要走這個旋轉螺旋梯。200多階，終於走出來了！哇，藍天白雲，天啊，360度的，太美了！大家如果有來巴黎，一定要來凱旋門，因為上面的視野超讚，可以直接俯瞰整個巴黎市區。那邊埃菲爾鐵塔，下面香榭麗舍大道，遠方我們明天要去的聖心堂，這邊全部一覽無遺，超漂亮的。那這邊也可以用3歐買1張凱旋門0歐的紀念鈔票。那這邊也有一些紀念品，大家要數清楚有幾階嗎？要怎麼前往凱旋門呢？可以搭巴黎地鐵1號、2號、6號線到戴高樂星形廣場站就能抵達。記得不要穿越馬路，要使用地下通道哦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香榭麗舍大道。香榭麗舍大道號稱巴黎最美大道，全長2公里長的林蔭大道，從
從凱旋門這裡一直延伸到協和廣場，然後遠方那裡那個圓球就是昨天我們去的杜樂麗花園那個奧運聖火。這條香榭麗舍大道不止在國慶日，還有新年跨年倒數的時候會聚集滿人潮在這邊辦活動，它同時也是一條購物逛街大道，兩旁聚集了很多高檔餐廳，還有各大精品，甚至跟美國的第5大道還有東京的銀座並稱為世界3大逛街大道哦。要怎麼前往香榭麗舍大道呢？可以看完凱旋門直接走過來，或搭巴黎地鐵1號線，從戴高樂新型廣場站到協和廣場站，這5站都在香榭麗舍大道上。剛剛我們香榭麗舍大道逛完，下午大概3點多的時候，因為太累了，我們還有一點時差，所以我們就先回我們的飯店睡個午覺，然後休息了大概3個小時吧。因為我們飯店也剛好這在那個地鐵站附近，走路5、6分鐘而已，所以我們就回去補眠。現在呢，晚上快7點了哦，天還非常亮，我們要出來繼續吃晚餐。那我們今天要去吃的是一間100年的老店。現在到了我們今天的晚餐，這間有100年歷史的咖啡館。太陽松湯裡面有非常多的料，超多的，味道很濃郁，而且那個麵包泡軟之後更好入口，加上還有一點點硬硬的脆邊，所以吃起來是有2個層次的，好喝。我們的菜都上來了，今天我點的是一個5分熟的牛排，還有一大堆的薯條。先來吃吃看它旁邊的薯條，細脆薯好吃哎。我觉得这個牛排我點的是5分熟，但是它吃起來算是有一點點偏乾柴。這個熟度在台灣的話，大概是算差不多有6、7分熟。建議大家點3分熟，應該會更好吃。好，現在來吃吃看它的鴨胸。鴨胸吃起來是比較好入口，那我覺得以鴨胸來說，它應該是屬於比較中間偏上一點點。吃下來的話，我覺得目前最好吃的是洋蔥濃湯，那洋蔥濃湯好喝。那這2個主菜的話，相較起來的話，就是比較偏一般般這樣。不過他們服務人員的態度都還蠻不錯，而且整個餐廳是營造的很漂亮，還有這個天井這樣子，還是蠻推薦大家可以來吃吃看，感受一下法餐的氣氛。今天最後一道甜點烤布雷，來挖看看。究竟有沒有辦法比中午那間台灣人主廚的餐廳好吃呢？也還蠻好吃的。它的烤布雷也是一樣，質地是很綿滑，而且吃進去就直接化在嘴巴裡。但是它下面沒有像上一間一樣用滿了香草，那滑順的口感真的還是好好吃。我覺得法國的烤布雷都比台灣的好吃很多哎，不是像台灣那種很像布丁果凍的感覺。這個烤布雷8.2歐，中午的烤布雷12歐，所以 CP 值來說的話，這個比較高一點。這間餐廳就是氣氛好，然後 CP 值也蠻高的。大家如果來到法國，想要吃有氣氛的餐廳，而且又不想要花太多錢的話，這間餐廳真的蠻適合的哦。要怎麼前往100年咖啡館呢？可以搭巴黎地鐵8號線到 Commerce 站，或10號線埃米爾左拉大道站就可以抵達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聖心堂。聖心堂位在蒙馬特高地的頂端，那在這一邊是一個制高點，可以直接俯瞰整個巴黎市區，超漂亮的。聖心堂有美麗的純白色外觀，而且是由石灰華岩所建造而成，因為會散發出方解石，所以即使風吹雨打，也可以依舊保持純白色的外觀。聖心堂是屬於拜占庭式的建築，它有經典的大穹頂，跟巴黎聖母院那種哥德式建築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。正門口一共有3個大型拱門，上方2側的騎馬雕像分別是路易9世跟聖女貞德。那聖心堂是可以免費參觀，但是教堂裡面是禁止拍照的。不過它裡面非常漂亮哦，而且還有法國最大的馬賽克瓷磚，有想看的人就自己進來看看吧。捍衛任務4結尾片段，基努里維就是在這邊大展身手的，幹掉了超多人，然後就這樣子走上樓梯，最後爬到聖心堂跟大魔王對決。聖心堂旁邊有可愛的房子，斜斜的拍就好像從土裡長出來。
也有許多戀人會用的心形鎖。那 Vigo 週票也可以免費搭纜車上山，走在纜車旁邊的樓梯是最安全的哦。要怎麼前往巴黎聖心堂呢？可以搭地鐵2號線到 Anvers 站，或12號線到 Abbesse 站，避開人潮，走上山大約10分鐘。今天我們的早午餐要來吃這間 Cozy。Cozy 是巴黎這邊很有名的連鎖咖啡廳，那它在 Google Maps 上面有4.8星的超高評價，趕快來試試看好不好吃吧。我们今天点的原本是那個培根蛋堡，但是他不小心聽錯了，然後送成這個 pancake 鬆餅的。通常鬆餅是甜甜的，配上鹹鹹的培根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來試試看。意外的很搭本來想說吃漢堡的話應該會比較好吃，沒想到這樣鹹鹹搭起來也很特別，算是蹦出一個新滋味。我好像沒有吃過這種培根鹹的，再加甜鬆餅在料裡面，所以整體不會給你很重口味的感覺。現在來吃它的沙拉。這個沙拉非常的清爽，而且它的菜量給的很夠，海沙醬也蠻好吃的，再搭配這個豬排，整個吃起來應該是我們這幾天吃到最多蔬菜，然後最清爽的一次。就是我們搭配一個比較鹹食的，然後再配一個蔬菜比較多的，這樣子搭配起來蠻不錯的。抹茶拿鐵就是抹茶味很濃，但是不夠甜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蒙馬特愛牆。蒙馬特愛牆，它就在蒙馬特地鐵站出來旁邊這個小公園，它算是隱身在巴黎的一個浪漫小角落。那牆上寫着300多種不同語言的“我愛你”。這面牆寬10公尺，高4公尺，是由511塊深藍色的長方形瓷磚組成。來到這邊可以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不同告白，在這片密密麻麻的文字裡要找到中文的“我愛你”，不知道要多久。我們來比賽，看誰先找到中文的“我愛你”。是啊。你也走太快了吧！愛牆的現場不大，但是氣氛很溫馨，而且在這邊能夠感受到浪漫的氛圍。很多情侶啊，或者是拍婚紗的人都會在這邊拍照哦。要怎麼前往愛牆呢？可以搭地鐵12號線到 Abbesse 站，出站旁邊的小公園就能抵達。好吃的早午餐 Cozy 也在旁邊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巴黎聖母院。巴黎聖母院它是哥德式建築，那它最有名的部分就是正面這2座高達69公尺的鐘塔，2個鐘樓中間有一個巨大的玫瑰花窗，象徵着天堂與聖母。不過在2019年的時候，聖母院發生了一場大火，所以它的尖塔跟屋頂就被破壞了，那就一直在維修，直到2024年底它才修復完成，開放大家進去哦。那我們現在剛好是它剛開幕不到1年，我們運氣不錯，就可以進去裡面看看。巴黎聖母院也有哥德式建築常見的尖塔、飛扶壁、無數聖經以及傳統天主教圖案與雕像。巴黎聖母院有800多年的歷史，是法國最具代表性的歷史古蹟和文化象徵。那巴黎聖母院呢，也是發生許多歷史重大事件的地方，所以被稱為法國之心。像去年1804年的時候呢，拿破崙就是在巴黎聖母院被加冕為法國皇帝，而且小時候看的《鐘樓怪人》也是以巴黎聖母院作為故事場景哦。建築物外牆整排的怪獸，就是以前看《鐘樓怪人》卡通會出現的石像。那他們除了裝飾，還有排水功能，想更近距離參觀，也可以考慮買票登頂哦。那這邊呢，塞納河也有很多人在遊船。歡迎。要怎麼前往巴黎聖母院呢？可以搭地鐵4號線到西堤站，步行2分鐘就能抵達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聖徒禮拜堂。聖徒禮拜堂跟巴黎聖母院都是在西堤島上。1358年王室遷移到對岸的羅浮宮之前呢，這裡一直都是法國的皇宮。我們剛剛經過一番排隊跟安檢之後，現在進來了，趕快進去看看吧。這裡有圓形的廊柱，上面還有法蘭西王國的國徽百合花以及城堡。現在我們走旋轉樓梯到2樓了。Oh my god！ 這個玻璃窗也太壯觀了吧！這個彩繪玻璃窗超美的，它的4面牆幾乎被15扇巨型彩繪玻璃窗取代。高達15公尺的玻璃窗從牆面一直往上延伸到拱頂，描繪了1000多幅聖經故事場景。其中最特別的是西側的玫瑰花窗，描繪啟示錄的場景，光線穿透後，
整個禮拜堂就像置身在寶石之中，所以被譽為世界最壯麗的彩繪玻璃藝術。它是為了保存耶穌受難時的聖物，包含受難時所帶的金冠與受難的十字架碎片。那據說前幾年因為巴黎聖母院它在失火整修，所以大家全部都一窩蜂湧進聖徒禮拜堂，這裡真的太壯觀了。要怎麼前往聖徒禮拜堂呢？聖母院逛完步行5分鐘，或搭地鐵4號線到西堤站步行2分鐘都能抵達。好，現在我們玩到馬黑區啦。馬黑區是法國巴黎這邊一個很重要的逛街區，那這邊有非常多選品店。現在我們逛的是 Merci， 它是巴黎很有名的一間選物店，也號稱巴黎必逛的選物店哦。Merci 的帆布袋是大家來這邊很常會人手一個的，但是也不太便宜哦，一個35歐元，1000多塊台幣。有點買不下去。地下室是比較居家生活用品的。你看这个，这是什麼？牛角面包的蠟燭哎！哇，這邊的蠟燭蠻可愛的哎，各種水果還有蔬菜都有。這個小草莓蠟燭太可愛了吧！而且一盒有好幾個，還有桑葚口味的法棍面包蠟燭哎，好酷哦！Merci 整間店營造得非常漂亮，但是價格實在是不太漂亮。所以呢，我們要繼續前往其他店家看看。要怎麼前往馬黑區的 Merci 呢？可以搭地鐵8號線到 Saint Sebastien 站就能抵達。馬黑區的街道其實蠻舒服的耶，感覺很像是很有風格的老街。逛街逛太累了，現在我們要來這一間麵包店吃一點下午茶，補充一點體力。我們點了一份炸蝦三明治，還有附脆薯。吐司邊條硬硬脆脆的也很好吃，不過要價不菲。吃完好吃的炸蝦吐司，現在我們繼續來馬黑區逛街。我們逛這間 FLEUX， 它有蠻多間店的。這邊地圖顯示，光是這一條街就有5間分店。來逛逛看。這個牛角麵包好可愛哦，20歐哦，700多塊的牛角馬克杯，大家會買嗎？蠻可愛的。這裡居然有一個牛奶瓶。40歐，這是哦花瓶啊，這是什麼？25歐，這是啥？看不太出來。哦，我知道調味料。好酷哦！哇，我覺得這一間生活選物店比 Merci 的好逛，而且價格稍微親民一點。它這間店給人的感覺是比較五彩繽紛的感覺，那 Merci 給人的感覺是比較時尚一點。逛完了一間，現在來逛對面的另外一間。這間就沒有剛剛那麼的繽紛，圍牆變成白色系的，這邊就比較童趣一點，感覺是很適合小朋友逛的一間分店。現在有名的 Jellycat 這邊也有賣哦，各種蔬菜水果娃娃，還有這個 Devonte 煎荷包蛋，哎，這個荷包蛋蠻可愛的耶，太可愛了吧！這個小短腿跟我們家兜貓一樣哎，這個是 Jellycat 的，一隻76歐哇！雖然你很可愛，但是價格不太可愛。要怎麼前往 Flex 呢？可以搭地鐵1號或11號線到 Hotel des Vallées 站就能抵達，或逛完 Merci 步行20分鐘過來，炸蝦三明治也在半路上。好，現在到晚餐時間，今天我們來吃這一間麻辣燙麻辣燙俏廚娘，因為我們亞洲胃發作，現在已經開始想要吃中式料理啦，滿滿熟悉的中文字。哦，連排隊的那個告示牌上都有寫中文哦。它這邊是自己夾的，有各種菜。我們夾進來之後是稱斤兩的。剛剛我們炸蝦吐司吃太飽，這個2個人吃1盤。今天我們要吃這個經典牛油麻辣的湯底，然後我們選微辣。它是蔬菜肉類都是用稱斤的，100克3.19歐。辣得很爽，吃起來大概有台灣的中辣左右哦。它真的是辣得很夠味，才吃一個油條而已，我覺得我快燒起來，但真的還蠻好吃的。而且我們這樣一大碗500多塊而已，以巴黎的物價，真的很划算。要怎麼前往麻辣燙呢？可以搭地鐵3號或11號線到 Arts et Métiers 就能抵達，或跟我們一樣從 Flex 慢慢散步過來。早安，今天第4天，我要來盡男友的責任，我們來
樂朋馬歇百貨公司逛街。因為呢，這一間百貨公司裡面有一間包包店是 Ashley 很想要的，進來就是 Celine 啊、Dior 啊，他进來的时候也是要安檢一下。我要問價錢。可以啊，可以問問看啊。法國的牌子應該在這邊買比較便宜。凱旋門經典款，3300歐。比較貴，但是蠻好看的。這個皮很有光澤。剛剛學到了一課 ，Celine 的這個 logo 的鐵鏈跟凱旋門的鐵鏈是同一個符號，就是有跟巴黎政府申請的 logo。現在我們來逛這間 Pauline， 最後我們決定買這個包，這個包也是皮的，380歐。這個包的設計是這裡有一個磁鐵，所以你可以這樣子，然後也可以變形。变成這樣子的造型。要怎麼前往樂朋馬歇百貨呢？可以搭地鐵10號或12號線到 Seville Babylone 站就能抵達。現在我們到 Pierre Hermé 這一間巴黎有名的馬卡龍店。這一間除了馬卡龍有名以外，還有一個玫瑰可頌，聽說也很厲害哦。我們來試試看。超好吃哎！我们这边吃可颂哎，它这个空氣盤超級無敵空，上面這個糖霜再搭配這個玫瑰味，哇，超好吃，真的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來里昂車站吃一間很有名的餐廳，就是在那邊2樓的藍色列車。這間餐廳非常有名哦，已經有超過100多年的歷史，而且周杰倫的 MV 最偉大的作品也在這裡面取景，趕快來試試看吧。它還有附中文的菜單哦，價位的話不太便宜。但是它有套餐可以選，地中海套餐、旅客套餐、兒童套餐，跟最貴的藍色列車套餐。那今天我們是選一個旅客套餐跟一個兒童套餐，因為等等我們還要去吃其他法國美食。我們是點這個鱈魚的兒童套餐，飲料我們點 apple juice， 一個冰淇淋，還有這個法國小羊腿，這個有附歐貝拉蛋糕。哇，這麵包也太硬了吧！這應該是我們這幾天吃到最硬的一顆麵包。老實說，很普通，是這幾天吃到的法式麵包裡面我覺得最還好的。來吃吃看鴨肝，我從來沒吃過鴨肝，這個前菜聽說也是蠻有名的，覺得蠻好吃的，鹹鹹的，然後上面還有一塊小水果，綜合那個鹹味，還有吃得到一點點 wasabi 的味道。焗烤馬鈴薯。馬鈴薯很軟嫩，好吃。它的馬鈴薯是切這種比較薄的，很好入口。接下來是我們主餐羊腿排啦，口感算蠻軟嫩，它的汁也很多，還吃得到大蒜的味道。我覺得整體算是差不多中上水準的羊排，不過它的價格不便宜，它一個套餐這樣子是49歐吧。1000多塊，快2000塊。如果以價位來說，它 CP 值可能沒有到那麼高。兒童餐的飯非常大碗，鱸魚好吃有層次，套餐都有附飲料，甜點的冰淇淋也還不錯。來吃蛋糕啦！除了濃郁的巧克力味以外，它裡面還有一點點酒的味道。但是除了酒味以外，它的巧克力本身是算比較偏甜的，我覺得這個還好。我比較喜歡我們早上去吃的玫瑰可頌。剛剛吃完我們的午餐藍色列車，整體我覺得餐廳真的非常漂亮，而且服務人員的態度也很好，然後整個套餐的 set 都是很完整。不過呢，價格就不太便宜，85歐。我們還有吃一個兒童餐，所以便宜了一些。那整體上，我覺得沒有來過的話，來體驗一下這間餐廳是算蠻有特色的。不過 Ashley 覺得它的餐點就比較 CP 值不太夠。要怎麼前往藍色列車呢？可以搭地鐵1號或14號線到里昂車站就能抵達。好，那現在來給大家開箱這一次我們入住後3天的 Airbnb。這一間進來之後，房間寬敞度很大哦，床旁邊這裡一大塊空間給我們放行李。那它這裡採光不錯，有3面大窗戶，
那看出去呢是一個小花園。那我最喜歡 Airbnb 的點就是他們有廚房，琉璃台的上面就是微波爐，然後下面有烤麵包機，還有咖啡機，而且它的抽屜這裡就是滾筒洗衣機，所以我們前幾天的髒衣服也都可以在這邊洗了。然後有蠻大一個冰箱，而且還有2個電磁爐，餐具也都有附。鍋碗瓢盆很齊全，我們可以買東西回來自己煮，省點旅費。然後這邊還有一個2人座的休息區。那這間的話就沒有附冷氣，不過有電風扇，而且這個窗戶是可以打開的，風吹進來就蠻涼的。廁所也很明亮，而且有浴缸。大家早安，現在在巴黎的第8天，我們現在準備把我們的 Airbnb 退房，然後慢慢去機場辦退稅，要回台灣啦。那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覺得這一間 Airbnb 的實際入住體驗。首先是它的地點真的超讚，它在那個捷運站走出來，出口出來20秒內到家，超方便。所以說這個地點真的是絕佳，然後房間的空間很寬敞，而且有一個大大的廚房，所以我們在這裡煮了3餐吧，就省了不少錢。還有它的電視有 YouTube， 所以說我们晚上都可以在這邊看 YouTube， 就還不錯。那另一間貓頭鷹旅館的話沒有 YouTube。那來說一下缺點的部分吧，它是這種軟的枕頭，沒有什麼支撐性啊，我是不太喜歡躺。但是 HD 說還不錯，他喜歡睡這種枕頭。然後還有就是這裡是 Airbnb 的民宿，所以你 check in 的時候是跟這邊的房東預約，那我們就是用 WhatsApp 溝通上算還蠻順利的，那就沒有辦法像貓頭鷹那種飯店直接到直接 check in 這樣子。我覺得歐洲的飯店就是隔音普遍都沒有像台灣做的這麼好，所以來的時候有時候都可以聽到上上下下的聲音。如果你要那種隔音很好的話，你可能要拉高一點預算，然後去住5星級的飯店就會好很多，但是價格就會差很多。像我們住在這個 B&B 的那個飯店，大概都是1晚平均3-4千塊左右。在巴黎來說，要住安全區，這個價格應該算是蠻划算的。所以如果想要省點錢在住宿上面的話，然後又想要有安全還有舒適的環境，我還蠻推薦這2間飯店。要怎麼前往第2間住宿呢？可以搭地鐵6號、8號或10號線到這個很長的站名就能抵達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拉法葉百貨。拉法葉百貨是法國巴黎最具代表性而且生意最好的百貨公司之一。它總共有3個館，那最多人会逛的就是我身後這一間本館啦。不只有很多的精品櫃，還有傳說中的華麗炫目的彩繪玻璃穹頂。這座穹頂結合了彩色玻璃精緻的鐵藝結構，光線透過彩繪玻璃灑入，非常漂亮。是老佛爺百貨內部最吸睛的打卡點。拉法葉百貨的5樓有這間 Jellycat， 是現在很有名的，有各種小吊飾玩具，都是很可愛的小甜點。我買的時候還要這樣子。OK， 完美。OK， 用之前稍微咬一下。OK， 咬，深呼吸，然後。然後最後一步，給最關鍵的，給你一下小星星，然後撒，然後撒 ，OK， 他們你自己，他們，我們再來一點，謝謝。要怎麼前往拉法葉百貨呢？可以搭地鐵7號或9號線到拉法葉站就能抵達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巴黎歌劇院，它被譽為世界上最著名的歌劇院。但非常可惜，現在不知道為什麼在整修，放了一個超大的廣告看板。不然呢，從羅浮宮一直往歌劇院大道的陸底看，就可以看到這一個歌劇院，而且它原本是非常漂亮的。但很可惜，現在沒辦法讓大家看。那巴黎歌劇院它同時也是《歌劇魅影》這個小說作者啟發靈感的地方。我們晚餐就是吃這一帶麥當勞。我們的晚餐麥當勞，來吃吃看好不好吃？薯條，非常難吃。不過漢堡還算可以，至少這個醬燒的醬還蠻好吃的，甜甜的。下一個法國巴黎景點是我們第2天原本就要去的巴黎大皇宮。巴黎大皇宮有一個很巨大顯眼的拱形屋頂，而且它也是2024年巴黎奧運舉辦跆拳道還有擊劍的場地哦。現在我進來巴黎大皇宮了，可以看到這個高達45公尺高的巨型玻璃屋頂，
真的非常壯觀，而且光線這樣灑進來很漂亮。它甚至有重達8500噸的鋼鐵結構，但很可惜現在剛好在整修，沒有辦法走過去從正下方拍上去。但是依舊可以感受到它真的非常巨大。它甚至在建成當时呢，是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屋頂。巴黎大皇宮還將古典石柱與現代鋼鐵玻璃結構結合，呈現出獨一無二的風格。也有很多紀念品，很多都是由它上面那個玻璃大屋頂來作為設計的概念，像它這一些書籤也都是。要怎麼前往巴黎大皇宮呢？可以搭地鐵1號或13號線到香榭麗舍克里蒙梭站就能抵達。我們今天的晚餐是一間很有名的粉兒，這間晚上7點才開，現在客滿，而且排了一堆人。我們今天點了一份炸春卷，還有一個雞肉粉，因為 H 不能吃牛。我認真非常好，實在是太好吃，直接加點一份牛肉河粉哦。牛肉給很多哎，哇塞，看起來好好喝哦！哇，這個牛肉香，好讚哦！這家的春卷厚實飽滿，湯頭鮮甜，而且沒有味精，非常好吃，是我們這幾天吃到最好吃的中式料理。要怎麼前往河內1988呢？可以搭地鐵7號線到 Pont-Neuf 站，步行3分鐘就能抵達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法國巴黎攻略的第2集，我們把市區全部都玩完了。整體我覺得巴黎是一個很漂亮的城市，雖然有一些地方可能會有一點點小亂小髒，但是呢，整體的環境跟治安，我覺得都比我想象中好很多。會擔心巴黎治安不好的人，應該可以放心一點。我覺得美國的治安比這裡差蠻多的，這邊整體都還算很舒適，而且我們住的15區算是很安全，也都算是沒有什麼太奇怪的人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來法國巴黎的第5天，那今天要去我最期待的行程聖米歇爾山。我們今天選擇包車1日遊，聖米歇爾山的路途遙遠，來回大概要7個小時左右。這樣子呢，我們不止比較輕鬆，而且也不用在那邊複雜的轉車，然後還怕接不上。那今天呢，我們是選擇小團的，不用大型遊覽車，有小團的機動性。那現在我們開了2個小時的車到休息站，要上廁所。這休息站蠻不錯的，除了有廁所以外，還有一些三明治啊、跟熟食等等的，你可以買。所以如果有要去聖米歇爾山的人，報這個1日小團就可以在這邊採購。那因為昨天我們不知道司機會放這個地方，我們就直接在樓下的超市已經買好了。現在我們已經抵達聖米歇爾山了，那我們停好車，現在要來排隊搭接駁車過去，大概15到20分鐘。但如果要走路過去的話，它上面寫要走35分鐘。我們的接駁車總共會停2站，然後我們就是要到最後一站，這個 Mont Saint-Michel。我們早上7點20分出發，然後大概11點20、30分的時候抵達聖米歇爾山的停車場。現在11點50分，我們接駁車剛到，聖米歇爾山就在我的後面，超壯觀的，好美哦！這座聖米歇爾山就像海上碉堡一樣，矗立在海之中，有沒有很像現實版的天空之城啊？它這邊周圍是被海洋圍繞的，好美啊！現在我們已經走到山腳下的城門了，這個城門好有中世紀的感覺哦。那從城门進來，這裡就是他們的主街道。現在我們要走主街道上山了，這裡滿滿都是人。我們這個1日團是小團的，所以我們很早就抵達了，11點多，比那種大團的遊覽車團客還要早。不過這裡就已經擠滿人潮，所以呢，等下山的時候應該會是寸步難行，因為它的街道其實沒有到很寬哦。大家看看，就這樣小小的一條，有一點像是9份老街的感覺，在那個山上。哇，好壯觀啊！還有3個要排隊的團體入口，現場買票的。然後我們導遊已經給我們條碼，所以我們是走中間這一道，爬上去就到了。我們從山腳下走上來到山頂的這一間修道院，
大概走15分鐘而已，還蠻快的。而且看過去後面，哇，可以看到海耶！我們要進入修道院了。進入修道院前，一樣要先經過安檢。我們現在剛驗完票，要走上去，然後兩側都還有一些很漂亮的畫。大家看這幅畫，超美的，樹當前景，然後後面就是聖米歇爾山。要跟這幅美麗的畫拍照。現在到山頂的修道院了，這邊有一個平台，看過去就可以看到下面的停車場，還有我們剛走過來的那一條路。我們走進教堂之後，這後方還有一個更大的平台，哇，這裡好漂亮，視野超好，可以看到整個聖米歇爾山周圍的風景。那邊就是田園風光，然後這邊可以看到漂亮的哥德式教堂，城牆外隨便拍也是隨便美的。這邊有一隻海鷗老大，他在瞪我，他應該是在等好吃的食物吧。傳說在西元708年，諾曼底主教奧貝爾連續3次夢見大天使聖米歇爾，命令他在這座岩山上建造一座教堂。他一開始不相信，直到第3次，大天使直接在他頭骨上戳了一個洞。主教嚇醒後，才終於相信，並開始建造。聖米歇爾山花了8個世紀才完工。它不只是朝聖地，英法百年戰爭時，它是英軍攻不破的海上堡壘。法國大革命後，甚至一度變成了關押犯人的國家監獄。直到19世紀，修道院才被還原，並於1979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。我真的好喜歡聖米歇爾山這個地方，每個觀光區都會有的紀念品店。這邊有聖米歇爾的紀念品，哇，1500片的拼圖，明信片還真美。還有長形的書籤耶，這個就是在海上的樣子，真的很像一個天空之城。好多漂亮的明信片。聖米歇爾大天使本尊長這樣，帥哦！它就是在這個尖塔的頂端，這個小小的放大。我們出來啦！它整座聖米歇爾山非常漂亮，而且很壯觀。而且我發現它的這些城牆都是花崗岩跟石頭。這個城牆，哇，都是以前的人從很遠很遠的地方運過來的，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才能搬運到山上，然後把它蓋成現在這麼壯觀的聖米歇爾山。超佩服以前的人。现在我们逛完出來，再接到這邊的紀念品店，看看有什麼好東西。聖米歇爾山的鐵盒，哇，好精緻哦！裡面是餅乾。這邊有聖山的時鐘，還有小毛巾，也有聖米歇爾山的帆布袋，還有很多小模型。現在下午3點10分。導遊跟我們約定好的集合時間3點45分，還有35分鐘，我們已經全部逛完，而且回到遊客中心的集合地點了。在遊客中心這裡可以看到聖米歇爾山各個角度360度的樣子。要是我們藍天白雲來，天氣好就是這麼美，而且晚上煙火版本的也看得到耶，超漂亮的。我覺得這整天的聖米歇爾山一日遊真的是我們選對了。第一，我們選擇包車一日團，我們就不用自己在那邊轉車，然後還擔心沒有接上的問題。第二，我們不是選擇大團的那種坐遊覽車的，我們是選擇小團，坐那種9人坐小車，這樣子我們的移動速度跟集合速度都會比那種大型遊覽車更快，所以我們在過來的路上就會不用那麼塞車。到了聖米歇爾山之後，我們也可以趕在第一批進去，那就不會跟那一些大團擠在一起。所以整體我覺得算是很成功的一次一日遊。一日團連結我一樣會放在底下資訊欄分享給大家。一日遊結束後，司機還給了我們1人1盒聖米歇爾山的餅乾當伴手禮，很舒服的搭車，不用趕，真的好棒。回到巴黎夏樂宮集合點，剛好還能看到夜晚的埃菲爾鐵塔點燈，結束美好的一天。嗨，大家早安！現在是我們來法國的第6天，現在早上9點，已經來到下一個法國景點，就是凡爾賽宮。
凡爾賽宮是歐洲最奢華的皇宮。上次我去奧地利的時候，那個熊布朗宮遇到它也只能排第2大，真的是超壯觀的。才剛走進來這一個廣場，無敵大，而且我已經看到滿滿的排隊人潮了。今天其實有點倒霉，因為我出門的時候看天氣預報沒有太陽，所以我把我的陽傘抽出來，結果剛剛下大雨，然後我就躲在一個地方等雨停。好險，現在沒雨了，藍天白雲有點出現了。好，現在我來這邊排隊等待入場。它的門票有非常多種，那我在 Klook 上面買，它是分成只有純宮殿，還有宮殿加花園的。那我看 KKday 還有一些特殊的票種。我們行程緊湊，怕接下來時間不夠，所以我就只買純宮殿參觀的而已。現在進來一樣，先排安檢啊。它這裡有一個 App 可以下載。那下載這個 App 的話是免費的。它除了有地圖以外，還有一些中文導覽。那如果你是喜歡租導覽機的話，導覽機過完安檢之後，旁邊這裡也可以租。哇，我進來啦！陽光這樣照過來，金光閃閃的，真漂亮。凡爾賽宮原本只是一座郊外狩獵行宮，17世紀法王路易14將它擴建成歐洲最奢華的宮殿，象徵太陽王至高無上的王權。那我們一進來凡爾賽宮，就會先到這個皇家禮拜堂。那這邊就是以前法國皇室他們祈禱啊、禮拜還有結婚的地方。那它分成上下2層，上層都是給皇室專用，那下層就是給官員啊，還有我們這些平民老百姓用。路易14要求貴族住在凡爾賽宮，每天都必須參與繁複的宮廷儀式。雖然看似極度榮耀，但實際上卻是將權力牢牢掌握在國王手中。凡爾賽宮其實就是一座用禮儀與奢華打造的政治監牢。凡爾賽宮最著名也是最華麗的地方，絕對就是鏡廳了。鏡廳長達73公尺，然後這一面有357面鏡子，而另一邊則是滿滿的落地窗，看出去就是凡爾賽花園，超漂亮。鏡廳不只展現巴洛克藝術的華美，而且西元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也是在鏡廳簽署的，所以這裡也是非常有歷史意義的一個地點哦。凡爾赛宮真的超壯觀，不止鏡廳真的，一進來金光閃閃的，而且我發現它所有的柱子都是漂亮的大理石，難怪當初會造價不菲，蓋了好幾十年。1789年，法國大革命爆發，王權走向終結。今天的凡爾賽宮不再屬於國王，每天數萬人走進這裡，不是為了膜拜權力，而是見證法國王權的輝煌與脆弱。因為再強大的權力，終究也只是歷史的一部分。我逛完凡爾賽宮啦，大概逛了2個小時，出來這邊就可以看到凡爾賽宮另一大看點——凡爾賽花園。它是標準的法式庭園，講究對稱還有幾何線條，它非常的廣大，在全盛時期甚至有高達2000多座的噴泉哦。那園區有100多公頃，那有時間的人也可以買包含凡爾賽花園的門票，慢慢逛花園哦。要怎麼前往凡爾賽宮呢？搭巴黎 RER-C 線火車坐到終點站，出站後步行10分鐘就可以到凡爾賽宮嘍。第7天，我們要搭 RER 前往巴黎迪士尼樂園。早上睡到自然醒，再到亞洲餐廳吃飯。吃飽後，附近麵包店買我們要在迪士尼吃的晚餐。現在我們抵達巴黎迪士尼了。我們現在是下午2點。好，我們通過安檢了。那這個迪士尼樂園一樣分2個園區，第一個是 Walt Disney Studio， 那這一個園區是比較多刺激的遊樂設施。那另外一個就是有城堡所在地的 Disneyland Park。那上次我們去美國加州迪士尼的時候，也是玩冒險樂園，就是像這個比較刺激的一樣。所以我們這一次呢，就來玩這個有迪士尼城堡的園區 Disneyland Park。晚上的時候也有煙火，而且今年呢是改成有無人機的表演哦，蠻期待的。我們一進來，大概從地鐵站走出來10分鐘就順利入園了。
不用搭接駁車，也不用透過漫長的安檢跟排隊，直接掃條碼進來，然後也不用線上事先預約。我覺得這一切通關的速度都非常方便，入園體驗極佳的一個迪士尼樂園。它有非常漂亮的粉紅色睡美人城堡哦，非常大一個。還真漂亮，哎，可以走進去哎！哇，它城堡裡面還有彩繪玻璃窗哎！現在要玩這個愛麗絲夢遊仙境，它是在巴黎迪士尼才有的哦。找到在抽水煙的蟲蟲，樹叢比人高一點，所以有一種探險的感覺。哎，我們找到隱形貓了！啊，最後找到的是壞皇後的城堡。哦，原来上面是這樣啊！現在來玩這個加勒比海盜，人還真多啊！我們現在是坐着一艘船。前幾個設施都有一點太溫和了，已經玩到有點想睡了。現在我們要來玩這個印第安納瓊斯，它是室外的雲霄飛車，剛好現在只要等10分鐘。我手機拿得住嗎？算了。玩完印第安納瓊斯了，今天目前玩到最滿意的一個遊樂設施，有一定的刺激度，但又不會到說超可怕。然後我剛剛手機有拿起來錄，但我看後面那個刺激度跟速度整個升上來，我就把手機收起來。到處都有人買料理鼠王，然後掛在肩上，但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有人頂頭上呢。然後下一個要玩的設施是巨雷山，這也是一個雲霄飛車，但要等的時間比較長，要50分鐘。玩完巨雷山了，我覺得比印第安納瓊斯還要再溫和一點，但是它的遊玩時間更長哦。然後中間還有進入到一點點黑暗的部分，是一個蠻不錯的雲霄飛車，老少咸宜，很好玩。不過小缺點就是因為沒有像印第安納瓊斯那麼可怕，所以我們排了50分鐘，印第安納瓊斯10分鐘就可以進去了。看到我了，我拿着手機，哎，你被這個人的手擋住了，好好笑哦。現在我們來到星際大戰的園區，要玩這個 Star Tours， 只要等5分鐘而已，應該是星際大戰的4D 電影，剛好圓了我們去美國加州迪士尼時候沒有玩到星際大戰的遺憾。熟悉的星際大戰音樂，進來就是太空艙了。一個星際航站，還可以看到星際都市呢。我們進來到一個小太空艙，我覺得這個遊戲很讚。剛剛我們就模擬那個陸客天行者開着太空船，在星際之間光速飛行，還有參與那個星際大戰，好玩。排5分鐘而已，非常值得。哇塞，居然有賣光劍，小時候的夢想啊！哎，這邊這是。可以自己組裝嗎？哇，太炫了吧，好酷哦！哇，這個弟弟厲害了。玩完星際大戰出來，城堡居然開始放煙火，我還是第一次看到白天的煙火秀呢。原來是因為現在是迪士尼音樂節期間，所以不止現場有好聽的音樂，還有各種迪士尼人物在跳舞，更多的是隨着音樂起舞的人群。我真的好喜歡這樣的氣氛。
剛玩完這個 Hyperspace Mountain， 今天最好玩的設施不只搭配《星際大戰》的音樂，而且還有那個電影，讓你感覺像在搭飛船一樣。而且重點是裡面的那個太空山速度超快的，我超喜歡。這個是今天做到最刺激的一個，它直接噴射上去，就很像在搭那個太空船的時候進入那個時空旅行。不過這個中間呢是稍微有一點點會翻轉的，如果對360度或者是高速有一點障礙的人，可能会覺得蠻可怕的。天色逐漸暗下來，大家也開始卡位晚點的煙火秀。等了2小時，終於來到今天的壓軸煙火秀。這不只是一般的煙火表演，而是結合了城堡投影、雷射、水舞、無人機、音樂與煙火的精彩大秀。20分鐘毫無冷場，就像一部電影，慢慢鋪陳，慢慢堆積情感，而且投影會精準地貼合城堡的每一個立體結構，讓角色仿佛真的在城堡上奔跑與旋轉。不管是獅子王的生命循環、美女與野獸的浪漫舞會、熱血的巴斯光年，還有我小時候最愛看的星際寶貝史迪奇，都讓我們想起美好的童年時光。當最後一段音樂響起，煙火一次在城堡後方全面綻放，那一刻真的好感動，不枉費我們等了這麼久。巴黎迪士尼煙火真的是我看過最棒的煙火表演了。整体來說，我覺得園區比美國的小了蠻多的。不過我們下午來，有一些設施其實到傍晚啊7點多過後就不太需要排隊了。所以整體排隊的體驗呢，是會比東京啊、香港等等人多的迪士尼還要再更好一些。第8天睡醒就要前往機場啦。我們這次的行李應該算少吧，一大一小，然後一袋衣服，我的隨身包，然後這個是我們買的包包。因為盒子太大了，所以我們還把另一顆的丟在這裡。我們抵達機場了，我們要先去辦退稅。這裡的退稅櫃台。好，現在我們到機台了，我們先把我們的退稅文件拿出來，然後呢，他就會告訴你你需要這些東西，然後讓他掃條碼。OK， 好，现在我們4個都已經用好，我們就可以點擊確認。有4個單子，然後可以選擇要退現金還是退其他。完畢，好了，辦完了，超快的吧？3分鐘而已。那以上就是這一次法國10天7夜的攻略影片啦，希望大家會喜歡。我一樣把所有會用到的優惠購票的鏈接放在底下資訊欄，分享給大家。那我們下一期影片見嘍，拜拜。